就性还跟其他的需求不一样，它像吸毒一样，它会扩张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你现在这不是有2个点吗？它只占你生活的10%吧，我诱惑你，我可以把它增加到20%，我再搞你，你可以增加30%。你要当昏君那种人，我可以给他增加到接近100%，最后你的整个人生我可以搞的就只剩这一样。那自古君王有多少就是沉迷于美色，然后就从此不早朝的，那很多啊，对吧？对，是。所以这个性这个东西，对，你接着说。你会一直不停的要，而且感觉这个事情好像是没有头的，它是没有头的。我可以，其实，你说。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没有尽头的，就是只是说性这个东西它作用比较直接，它就跟毒品一样，它是直接作用在你的身体层面的，分泌这个多巴胺。对，你看这个世界上，就那我就把这个话题再扩大一下，这个肉体相关和人类这个肉体产生思想相关哈，我觉得社会有3个事情跟性差不多，它都会让你直接陷入进去，把其他全忘掉。一个是性，一个是权力，还有一个就是金钱。这3样东西基本上就是大部分人就是一旦你染上了的话，你就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而且你会沉迷，就没有尽头没有尽头。而且最可怕的是，你会发现这3者之间它可以互换，它可以互相转换。我有了权力，可能我能转化成金钱，我也可以转化成性。我有了钱，我可能能转化成权力，我也可以转化成性。如果我是红颜祸水，我有姣好的容颜，我可以把我的性资源转化成权力和金钱。这3个一旦开始互相转化的话，它就会把整个这个群体或里面参加的灵魂和肉体，给你陷入一个无穷尽的一个轮回当中。这就会非常可怕。对，就很多人，比如是当一辈子的财迷啊，或者说做一辈子那种官老爷的那种气场或者架子，抬一辈子，这种人挺多的。对，然后最可怕的是这3个东西它不是独立分割的，它可以互相转化，它可以一定程度上互相流动。这个我觉得就是对人最可怕的一个限制，在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第一，你很多人你抵制不住这3个诱惑，权力、金钱和美色，你抵不住。对。第二，你一旦沾染一个，他会告诉你，我可以给你转化成另外一个。就你极端的有权力，你再沾染另外2个。对，它有些时候可以互相的转化。而且你想，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包括以前历史上很多悲剧或者很多国家的不幸，其实就是在这3个当中，它在转化过程中给你造成的。比如说中国以前经常说什么红颜祸水、祸国殃民怎么样，那其实就是性和权力之间这个转化过程当中出了一点问题。比如说那个杨贵妃的事儿对，比如说现在人家说那个什么纣王和苏妲己的事儿，其实就是这个事情。那当然还有权力和金钱之间转化出了问题，然后最后搞得国家不好，出问题。比如说清朝那些大贪官和珅，那其实就是权力和金钱在转化。他转，在这个过程中给你弄得不清不楚的，最后他可以把你整个国家给搞得不行。那最后你的国家不行，那你这儿的人也生灵涂炭也不行。所以这3个东西它不停的流转就有点像佛家轮回里面说的贪嗔痴。这3毒它不停的转，一个咬一个。它那个唐卡其实画的非常有意思，它贪嗔痴好像是用了猪和蛇还有鸽子，这互相咬着，然后就整个那个轮回的轮盘就转起来了。那我说这3个权力、金钱和美色都是因为这个身体带来的，那它也是把这个轮回的游戏，把这个人间的游戏不停的转起来的。而当这3个东西分配不均的时候，你就会衍生出你的情绪贪嗔痴。比如说本身我觉得这个权利属于我的，为什么你现在不给我呢？我的嗔恨心马上就出来了。本身这个美色是属于我的，为什么你给我拿走了？那我的嫉妒心，我的什么东西也全都出来了就是你拿这3样东西去考验一个人，他人性的丑恶面，你基本上都可以给他试炼出来。就是东西不在多，就这3样就够了。
对，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经常说跟人打交道，表面的交际看不出来，但一旦牵涉到利益，这个利益可能就是指权力呀、金钱呀、色呀。对，所以我说，你说修行也不用说太玄了，你就说我给你一个这个肉体，你就要受制于我这3个东西。如果我是魔鬼，我拿出这3样东西去考验你，我觉得你100%不能说100%，大部分人90%的人你是过不了我的考试的。我就拿这3样东西去试你。你看，像基辛格最后都说了，说权力是男人最好的春药。他那么大把年纪了，他都知道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啊，那个叫什么？是诱惑是极强的呀。他觉得拿到权力，整个人就容光焕发呀，食髓知味啊。基本上那些掌权者，他们都不想死啊，不想死，对吧？那这就是一种执着。其实我觉得宗教很多时候，但我看的宗教是从比较哲学层面、比较形而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宗教很多时候就要告诉你，你要意识到这3样东西不是很长久的。你执着它其实是一种跟我之前最常讲的高中执着月考是差不多的。你这辈子有权利，你保证你每辈子都有权利吗？你这辈子美女如云，你每辈子都美女如云吗？你都有？你能保证这一点吗？你信不信下辈子我安排你做女的？那你做女的你可以当拉拉，你当拉拉行，你当完一辈子拉拉，下辈子你继续当拉拉，你做得了主吗？就是你现在觉得的这些东西就是转头空。宗教其实它里面说的东西，它不是看这一世的东西，它看的是一个更长远的，对灵魂层面的修行。对，所以我们刚才聊的这些让人痴迷的这3样，它只是我们这一世的这个小的游戏里面的一些成就吧。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权力到了多高算是一种成就，金钱到达多少他会感觉到更快乐，他会觉得他但其实对，他可以左右很多人的因果。他觉得，那我有钱嘛，我很多事情我都能做了。对，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幻象。但这个话我其实有时候不敢讲，因为我觉得这个话讲的很容易被人骂那个就凡尔赛，说你开始跟我说赚钱不重要了，你疯了吧你？在这个世界上谁不需要钱？然后现在你现在跟失心疯那样的跑来跟我说钱不重要，他说你们这帮人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了，开始说胡话了，大白天开始说胡话了。所以呢，我其实就不敢把钱这个事情拿来讲，说我觉得最好的切入点就是讲性。其实我们俩之间可以讲，我其实经常这样觉得，我觉得金钱就是对于有用的人他就是有用的，对于没用的多了也都无用。其实人不需要那么多钱，就是只要够用，自己觉得够用就行。对，我觉得每个人对金钱的需求不太一样。是的，而且我觉得钱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性质哈，就是我把这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因为我如果钱老是讲那个什么贪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太普通了。我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口，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就是说很多所谓算命的人哈，你让他算一个事情，他可能算不准。就是说，比如我今天买了个股票，我现在想知道我的股票1个月后是多少钱，我能不能赚钱？这个事情他其实算不准。你要让他给你预测这种事情，其实是很难预测的。对，而且很多看八字的人，他都会说一个事情，就你的财库是定的，或者你的财库大概也就是那个样子。对，就始终给人的感觉，你这辈子是个定数。对，但是这个事情就给人一种感觉是，钱这个事情好像你在命理上你要腾挪，其实你空间不是特别大。那为什么就是钱这个事情，为什么在人的命运上来说，或者说轮回上，它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色，就是它有一定的，就是你钱的量啊，它有一定的稳定性，就是说不是说像个橡皮筋一样的，你可以撑很大，然后你就有很多钱啊，你也可以缩很小，你好像不具备这个能力。就是你有想过，就是他为什么钱这个
有意思的玩意儿，它在命里面它比较固定嘛。我觉得钱它可能因为它囊括了很多，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相当于是生命的一个参数一样的这么个东西。就是如果从世俗上来讲，生活中做很多事情，它其实都可以把它归结到经济上，或者说钱这个流动上，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总体性的一个参数指标了，我觉得。所以可能那些算命的觉得，从宏观的来看的话，他一般算命的人他都会认为命是比较恒定的嘛，或者说是有这个宿命的这种感觉。对，所以他觉得这个对应的这个钱这个量可能也是定的。OK，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我认为在世俗的社会当中哈，就是完全咱们就是从世俗不从灵魂层面讲哈，钱其实就是这个世界当中的能量。你有多少钱，其实一定程度上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左右多少东西，而这个左右本身是附带着非常多的因果属性的。你会附带很多因果，那你附带很多因果，那你这个灵魂在这个世界上能左右其他多少灵魂的因果，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客观限制的，它是有框架的。你要完全的就是叫什么为所欲为，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钱其实是这个世界上能量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就是如果你修行，我讲能量其实很虚的，比如说我说哪个地方是洞天福地，然后那个地方有地脉，然后你能吸收日月之精华，这个事情就说起来有点虚，或者说他不修行的人，他很难体会你在说啥，我为什么要去终南山？你跟我说那儿有龙脉，你跟我说那儿有气脉，那儿怎么样，我感觉不到啊，我顶多觉得那儿山清水秀，我感觉不到。但是钱，我觉得是这个世俗世界里面你最容易非常直观体会到，就是我觉得它可以想象成就是风水里面说的那种龙脉。如果钱高度汇集的城市，它那个城市确实它机会就会明显变多，很多人就会往它那个城市跑。如果一个行业里面它钱特别多，很多人就会投身那个行业，他们所有人的因果会因此而改变。说钱本身就是我们这个世俗世界里面最大的一个能量具象化的一个表现。就其他能量，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些什么神的能量、魔鬼能量，你看不见摸不着，是个很抽象。但是钱这个东西是非常具象，而且它能以你绝对能够感知到的方式，让你体会到它的能量是真实的，它就能影响到你。比如说我把一堆海量的钱往那个股市里面一砸。我把那个大盘那个点数天天往上拉，你今天是3000点，明天过2个月4000点，4000点变5000点，5000点变6000点。我告诉你，我就能骗，我这话说太难听了，不能说骗，我就让你们很多人就跑步进入股市，然后我就让你配资啊，你甚至你愿意借钱，你愿意卖房，你马上就可以进我这个套子，然后你就能体会到这个就是能量开始把你们往我这儿吸了。啊，这个比我相当于魔鬼跟你做交易更加的具象化，我就能把你都给拿进来。就有钱可以使鬼推磨嘛。他这个还比鬼推磨，我觉得更具象化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说魔鬼跟你做交易，这个感觉很虚，我也没真见过魔鬼，他怎么跟我做交易啊？他给我签个合同啊，怎么着？但是我说我通过钱，我把这股市我全把你们引诱进来，然后我看你们都进来了之后，我再把那个钱一撤。然后那个大盘的点数的叭叭叭就跌下来，你的钱我大部分给你清零，这个引诱你跟他做交易，然后最后把你赔死，这个过程就很具象化了，而且你能感受到切肤之痛，你会觉得啊，他居然这样子坑我，而且你还能感到轮回的感觉。比如说我跟你玩过一次哈，你不要觉得我这个游戏一辈子只能玩一次，我过几年我又把这个股市往上抬。我往上给你拉，那我是不是告诉你，那个你是不是又心痒痒了？你又觉得机会又来了，你又可以逆风翻盘了？啊，这个事情我可以在你一辈子里面给你玩好几次。你要意志不坚定的话，我可以让你次次都中招，你次次都完蛋。对，就跟那个赌博是一样的，赌徒心里他会一直去冒险，而且冒险的这个风险越来越高。陷得越来越深。对，那这就像是能量，
你渴求能量，然后这个能量我就拿这个能量跟你做交易，我给你挂在那儿，然后呢让你感觉到我这个交易是个非常公平的交易，非常有细腻的交易，然后你就会一直不停的跟我做这个游戏。你在跟我做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越陷越深，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你已经完全陷入进来了，你已经彻底就被我控制住了。而对金钱和资本市场，我觉得是最容易把这个事情非常具体的给你展示出来。我怎么来就是来搞你？你讲。对，我就说这个是很具体，这个其实比那个什么性还要，因为很少有人，不是就这种人不多，就是我拿美女去攻略你，那你要没做到很高的位置上，其实你也经受不了这种考验，就是谁给你设个局，然后故意拿你喜欢的人，然后来考验你一下，我觉得这种考验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但是我拿钱去考验你，我觉得几乎很多人都会经历。对，这个是比较直观的。对，然后我要改变你的钱的这个量的话，其实相当于在改变你这个能量属性，就你是否会拥有这个能量，或是否你能够运用这些能量去干一些别的事情。如果我在改变你钱的量的话，而且是非常大量的改变的话，其实我在改变你这个因果，而这个因果还不是对类的因果，这个因果还会辐射到很多人。对，这个就是我只要参与了这个经济系统的人都会被牵涉进来。对，而且不幸的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你每些人，就算你不愿意，你每一个人你必须要参加到这个系统里面来，而且你几乎没得选。这个也是我说，这就是这又回到我说，这就是监狱给你，就是我刚刚说性嘛是一个限制，那我说钱这是另外一个限制，而这个限制比那个性还可怕，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可以没有性，但你很难没有做到没有钱。对，你可以心一横，你说性还基础啊，对，你可以心一横说这辈子我就没有性生活了 ，OK， 你可以活，但是我觉得很少有人跟我说我这辈子没有钱无所谓，一分钱都不要有，我觉得很难有人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就是我给你限制的第二个自由。你做灵魂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钱，但你现在你来这个人类社会了，你就必须需要这份钱。对，相当于给你创造了一个需要，而且这个需要很大程度上是必需品。对，而且还逼着你必须跟我做交易。你比如说我刚才最开始聊性那个东西，你可以高风亮节，我不跟你做交易，我大不了就不要有性生活，我不想跟你们做这种交易，太恶心了。你可以这样子，那钱呢？你有没有脾气说我不跟你做交易，我不需要你这个钱，你这臭钱拿远一点，我不要你的钱，我谁的钱我都不要，我不要做交易。我觉得这种人就更少了。就是刚才拿性我可以刷掉90%的人，我现在拿钱我可以把那10%的人里面再刷掉90%。对对，是这样的。对，那这就是大监狱了啊！那这个监狱就我觉得刚才我讲这两个就已经给你筑起了2道铜墙铁壁，拉海拉电网的。那你要想从这儿逃出去，那我就告诉你有点难。对，就是它相当于在这个世俗的游戏里面给你定了几个相当于是铁律一样的东西，但就看你的视角。如果你的视角不在这个游戏里边，其实你也能从这个他给你限制的这些条条框框里面跳出去。对，你在内心上可以有限度的。对。但是钱again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样，我说有点 hesitation， 就是你聊多了呢，人家就会觉得你们这帮人太可怕了，真是说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现在跑起来跟我说钱不重要了，要让我跳出，你跳出干啥？对，钱这个事情是好讲，但是容易引起人的误会。确实。权力呢，既然刚刚讲了美色，讲了金钱，还有就是权力。权力其实我告诉你，我觉得也是体现人性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权力其实体现出了一个人支配事物的一种底层欲望？就是权力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我说的权力不是那个英文说的 rights， 那人权那个叫 rights，我说的是 power， 是力量，就是说我能够影响力。
把我的意志转化成行动，我可以让 A 去实践一个我想让他做的事情，而达到一个目的 B， 就是我能够控制一些人，而人天生对这种控制是有迷恋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底层逻辑给大家，就是说，当你发现你能控制一些事情，你能调配一些资源的时候，你本能的会对这种事情心向往之。而这种东西好像也不是通过教育给来。你想，你教育那么多年，其实老师不会告诉你说，控制事情、控制人、控制资源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就是没有人给你这种教育。对，没有人给你这种教育。其实权钱色在教育系统里面都是被屏蔽掉的。对，而且我觉得权还屏蔽的更彻底一点。钱这个事情呢，多多少少我会给你讲了，哎，它是有用的，它是作为等价交换物啊，怎么样。然后怎么说呢，在生活中你也能体会到，比如说你是高中生、初中生，我给你的零花钱，你拿着钱你能出去干事儿，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你马上就能体会到。然后你能马上就能知道啊，这个事情是好的。那美色这个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你本能。你高中之后，然后你启蒙了之后，然后你看着你喜欢的人，你想去追他，这个不需要我跟你讲道理，也不需要老师跟你讲什么，你知道哦，那个就是你喜欢的人，就是你的菜，你看见他你就会心动，然后你也想追他，这个事情就很正常。但是权力这件事情在那两项中是一个高度抽象，就是什么？比如说你给一个高中生，我说运行权力的快感是啥，他其实都很难想象这是什么，他很难想象出。就是掌握他人命运，控制他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快感，是个什么样的事情，他很难想象，他甚至不能够得出个结论，这是一个快感。他会说，那这是个什么感觉？这个感觉难道真的是好的感觉吗？就我会说，他这个权力跟前面那两样，就是金钱和美色，它是抽象的，你很难去想象那个感觉。但是在没有想象的出来的情况下，在没有切身体会的情况下，但我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上，你拥有了权利，你会马上的迷恋上它。这个就有点像是那种什么底层代码，就是一下你就开窍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理解我的感觉，就是它不需要教育，它也不需要你去搜索东西，但是你把它放那个位置上，它很容易一下就开窍了。对，就是权力它带给人的这种快感也是极强的嘛，就是当你有权利之后，你对生活的掌控一下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然后你原来很多不可控的事情，你一下变得可控了。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年轻人从大学学校这个体系里面出去进入社会，第一次领到工资，然后开始独立。他以前做什么事情都要过问父母，到开始自己一个人来做这些决定，他其实能体会到很大的这种愉快或者说是快感吧。对，当然有的人他可能对这种权力的这种控制能力他衔接的不好，可能也会觉得有一些失控感吧，不好说。我最近看一个柏拉图不是我最近在看不是柏拉图，我最近在看一个就是《理想国》，然后里面就讲就是权力。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